好，在梅西持續的給壓力的情況下 ，C 羅終於挺身而出了。看了這麼多年的絕代雙驕各種競爭，今天所有的球迷都很感慨 ，C 羅也依靠梅開二度，正式超越過去歷史的傳奇黑豹尤西比奧，成為葡萄牙國家隊在世界杯上進球最多的球員。C 羅現在世界杯有10個進球，尤西比奧9個，排名第3的保萊塔有4個進球。而今天在場上，烏茲別克斯坦的卡里莫夫18歲320天。C 羅已經41歲138天，所以也誕生了一項新的世界杯歷史記錄，這成了世界杯歷史上2個球員年齡差最大的一次。所以朋友們，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評論、熱推和分享。說真的，除了門將，41歲04個月還能在世界杯梅開二度，這樣的球員不多啊。4年後的梅西已經接近43歲，我們幾乎不可能見到梅西再踢一屆了。而那個熟悉的 C 羅，他就是為進球而生的。今天在比賽哨響後幾秒鐘 ，C 羅對着電視鏡頭喊道：“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I'm back。”對此，過去自詡足球上帝的伊布表示：“我覺得 C 羅從未遠離，所以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會說我回來了這句話。”對此，老 K 發張圖，大家看一下，亨利和伊布在 C 羅多進了2個球之後的表情。其實說真的，這段時間 C 羅沒進球，確實壓力太大。但想想也僅僅是世界杯首戰沒有進球而已。所以就像葡萄牙主教練馬丁內斯賽後說的，沒有人比 C 羅的職業生涯更長壽，這本身就更能客觀地評判 C 羅。他不僅是個標誌性的符號，更是葡萄牙隊長的典範。賽後的 C 羅拿到了全場最佳的獎杯，他的隊友達洛特在社媒曬了合照，還配文道：“他笑得就像個孩子。”而葡萄牙的總理蒙特內格羅也來到了更衣室，和 C 羅一起合照。說真的，無論葡萄牙哪個國家領導人，咖位絕對沒有 C 羅大。此時此刻不要着急，讓我們先欣賞一下葡萄牙太太團內托的女友，然後漂亮的若昂內維斯女友也曬照了。另外還有坎塞洛的妻子。不知怎麼的，老 K 總覺得葡萄牙的太太團比英格蘭的太太團看着讓人舒服。而在賽前，他的隊友達洛特表示，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他應對批評的能力是眾所周知的，他傳達的信息是，這些批評本身就是比賽的一部分。我們葡萄牙隊現在非常團結，不會受外界的聲音影響。有些人不希望葡萄牙贏球，但這本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參賽前我們就已經料到會有特殊的輿論，而最好的回應就是表現。C 羅會在困難的時候給全隊信心，首場的比分不是我們的實力。我相信 C 羅隨時都會挺身而出的。曼聯的達洛特很會說話，所以今天雖然他在替補席沒有上場，但 C 羅進球之後第一時間就找到了場邊的達洛特。他們不僅一起慶祝，賽後達洛特還拿到了 C 羅的落場球衣，着實讓人羨慕呀。对了，現在在沙特投奔了 C 羅的菲利克斯，他今天賽後有記者問他，阿根廷的阿爾瓦雷斯說他想離開馬德里競技，你怎麼看？菲利克斯表示，他這麼說肯定有他的理由，我不能多說，我也不想摻和這件事兒，但他這麼說肯定是有原因的，球隊內部肯定發生了一些只有他知道而外界並不了解的事情。總之希望他快樂，並做出对他自己最好的選擇。好的，今天賽後最高興的人之一還包括皇馬的鐵粉，阿斯報的主編龍塞羅。吹梅西吹 C 羅各有各的吹法，但龍塞羅總是獨樹一幟。他說，你爸爸終究是你爸爸， C 羅就是 GOAT， 他是所有想要熱愛足球的孩子們的榜樣。他在自己參加第1屆世界杯的時候還是個非常年幼的孩子，但看看他在第6屆世界杯時的狀態，他依然帶來了進球，而且未来仍然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如果你想要談論 C 羅，你就得低下你的小腦袋，如果你想對他說話，你就得請求原諒並且保持尊重。意思就像我老家的人常說的那樣，等你当了爹，你才有資格吃雞蛋。所以別再對 C 羅發起那種說他只是普通的球隊一員，這完全是一種攻擊。當你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C 羅就已經在世界各地的賽場上講課教學了。哈哈，今天比賽特別有意思的是第2個進球，當時 C 羅的眼神，所有人都以為他要罰，可沒想到這竟是葡萄牙的戰術。對， C 羅的眼神就是其中戰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站在那兒看着皮球，像是自己要助跑，沒想到旁邊的努諾門德斯搶着就左腳把球給踢進去了。這也許是本屆世界杯最漂亮的任意球。想起有一次在世界杯預選賽，也是一次右路的任意球， C 羅和努諾门德斯配合，結果出了糗。
那個片段還常常被羅黑們剪輯成說是隊友跟 C 羅不和，嘿嘿，現在沒想到這招真給他倆練出來了。另外，今天葡萄牙的 B 費送出助攻，還有關鍵傳球2次，自己帶球推進21次，向進攻3區送出傳球9次，空中對抗成功率100%，過人成功率100%。除了 C 羅外，他就是今天最亮的仔。只要讓 B 費當進攻的核心，讓維迪尼亞在中後場負責組織、負責疏導，然後就不斷的分邊做文章，葡萄牙就是真的很強啊。但有一點，双 B 一起上，比席尔瓦和 B 費再加上個維迪尼亞，3個人都要球權，所以比席爾瓦的作用和維迪尼亞有些重合，不上也是对的。至於巴塞羅那的佩德里，他跟維迪尼亞還不是一個類型。在葡萄牙，維迪尼亞就負責中後場的組織梳理和由後向前，再交給 B 費，B 費在進攻3區去打配合，組織、策應、傳威脅球，這都是 B 費的活兒。所以用 B 費當核心，葡萄牙隊就能走得更遠。對了，冷知識 ，C 羅梅開2度以後，他在國家隊的進球總數來到了145粒，職業生涯總進球數已經是975粒。這其中在皇馬打進450球，在葡萄牙國家隊和曼聯都打進145球，在利雅得勝利129球，尤文图斯101球，早年在葡萄牙體育5個進球，還差25個，不知道今年年底能不能實現第1000個進球。獲勝以後 C 羅也長舒了一口氣，他說這一周非常艱難，也很壓抑，感覺好像我已經退役了一樣，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忘記我。对於外界的批評一直都是這樣，23年來我一直都是這麼走過來的。所以呀 C 羅呀，一場不進球就被人噴成那個樣子。我們不要忘記，這是一個41歲足球場上的老人。那麼他今天全場射門7次，射正5次，還錯失了3次絕佳機會，但3次機會全都是自己拼出來的。這要是年輕3歲，今天搞不好就已經大4喜。今天是最近這段時間 C 羅踢得最好的一場。所以對這樣的英雄來說，壓力就是動力。你給他的壓力越大，其實是在幫他。還有今天說的這3個所謂絕佳機會，其實也都是 50-50。那麼 C 羅的梅開2度成為世界杯史上最年長單場打進2個球的球員。這一場的 C 羅沒得黑，太讓人陌生了。他的眼神，他的小碎步，只要球踢得好，誰都值得被稱讚。希望大家多點包容，少點謾罵。每個人都可以關注自己喜歡的，但也請希望尊重別人喜歡的。這話無論是對 C 羅，無論是對姆巴佩，無論是對梅西還是哈蘭德。接下來我們真正關心的是巴西隊的內馬爾。那麼隔空相望，梅西也在進球， C 羅也在進球。老 K 已經想起10幾年前穿着白衣的 C 羅，穿着紅藍衫的梅西，當時的國家德比曾經那樣的熟悉。可如今這2個老頭已經接近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後，但他們仍然站在世界杯決賽圈的舞台上，都懷揣着奪冠的夢想。所以無論什麼讚美，無論什麼诋毀，看着他們，這才是足球的樂趣啊！當地球上幾乎所有的人都質疑你的時候，扛下所有的壓力，他依舊是那個男人。咻！希望每一個過去这段時間曾經被人嘲諷的球迷， C 羅的球迷，都能夠像偶像一樣，像 C 羅一樣，可以自豪驕傲地說一句，我的偶像是 C 羅。那麼今天這場球從一開始就完全被葡萄牙掌握了節奏。上一場的葡萄牙之所以1-1戰平民主剛果，並不是沒有球星，而是他們進球之後的隊形太鬆散，情緒化，推進也不夠冷靜。但痛定思痛以後，馬丁內斯已經把球隊罵醒了。這場球明顯更理性，早一點壓迫，快速的轉移，果斷的打內部區域，果斷的打邊路。同時在領先後，葡萄牙沒有過早的退守。就像主教練賽後強調的，葡萄牙這次是用頭腦而不是用心臟去踢球，重點在紀律性、隊形和成熟度。而烏茲別克斯坦今天也曾經打過一球，但只是在之前犯規，所以他們也不是完全沒有反擊點，也不是沒有勇氣。面對葡萄牙在技術、速度、個人能力上的碾壓，烏茲的防線橫向移動太吃力，尤其是開場早早丟球以後，他們只能被迫在繼續防守或者嘗試壓出來之間搖擺。結果2個選擇都沒有做好，而決定性的節點就是因為 C 羅早早就進球了。第2個節點就是 C 羅的眼神假動作，讓隊友努諾門德斯用任意球擴大了比分。第3個節點是烏茲別克的進球被取消。當時加尼耶夫打進了一個非常精彩的世界波遠射，可裁判認定此前對坎塞洛有犯規，進球無效。
如果當時這個球成立，比分會變成1-2，一切也許會不同。而戰術方面，葡萄牙之所以贏得這麼輕鬆，首先 C 羅這場就不是只等球，他的2個進球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C 羅吸引了烏茲的中後衛和後腰的注意力。他的進球之外，還有經驗跑動和為隊友創造了空間。第二，葡萄牙在邊路和內部區域打得更直接了。上一場他們在領先後節奏變慢，進攻很容易只停留在外圍瞄邊。這一場他們一開始就把球送到邊路和禁區附近，讓 C 羅、菲利克斯、內托、逼費這些前場球員能夠更早的接觸危險的區域。C 羅的第1個進球就來自於右路的傳中，努諾門德斯的任意球機會則也來自於邊路推進。第3點，葡萄牙在中場的控制力太強了，維迪尼亞、若昂內維斯、逼費這樣的組合讓葡萄牙能夠反復的拿回球權，同時也能快速把球又送到前場。他們全場制造了17次射门，其中8次射正，所以在機會數量上已經碾壓了對手。最後一點，在領先後他們沒有失去控制。上一場比賽的問題就是進球後丟掉了自己的隊形，這一場呢，他們則繼續保持壓迫和控球。所以今天的5-0不只是攻擊力的展示，更是葡萄牙找回了過去的感覺，他們對比賽的管理能力已經逐漸達到巔峰。而這一場的 C 羅成為歷史上第1位在6屆世界杯都能進球的球員。這麼多的記錄都不只是記錄的問題，上一場不進球，外界對他是否還能打首發有大量的爭議，因為葡萄牙的進攻不流暢， C 羅也沒有能打出足夠的威脅。但這一場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回應了質疑，早早的進球，早早的又打進第2球，還持續的衝擊自己的帽子戲法。對葡萄牙队来說，這能夠重新穩定更衣室队裡的军心，穩定秩序。接下來面對哥倫比亞，面對淘汰賽，他和菲利克斯和萊奧和逼費還有逼席爾瓦他们之間如何分配球權和空間，這個合理程度將決定葡萄牙能走得有多遠。現在這一次5-0刷夠了淨勝球，非常關鍵。4分到手以後，葡萄牙要確定到底用哪一套前場組合在淘汰賽去用。C 羅如果繼續首發，葡萄牙隊就要保證2點：第一，在邊路傳中和內部的直塞要穩定的供應；第二，中場丟球後的反搶必須更快，否則遇到了反擊能力強的強隊會非常危險。而現在的烏茲最後一輪必須擊敗民主剛果，才有可能保留晉級32強的希望。但2場球過後，他們的淨勝球壓力非常大，即使贏球也要看其他小組第3名的情況。總之，這一場葡萄牙終於終結了所有的質疑，他們贏在了開局的強度、邊路的質量、中場的控制、C 羅的終結能力，還有領先後始終如一的紀律性，用一場大勝將自己從漫天的質疑中重新拉了出來。愛梅西，愛生活，愛 C 羅同樣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熱愛生活。好，法國對伊拉克3-0，哇！這屆世界杯，梅西、姆巴佩、哈蘭德、C 羅是紛紛雙響，2代巨星，4大天王，老一代的絕代雙驕和新一代的絕代雙驕是隔空秀操作啊。那麼在第2輪，亞洲球隊是真的頂不住，在強隊面前屢屢被屠殺。而法國隊除了場內的好消息，場外新的法國隊也正在組建中。法國足協主席雖然已經公開表示不再提及德尚的繼任者的人選，但私下裡他始終在跟進熱門新任主教練齊達內的教練組正在組建。上周齊達內在美國看了兒子盧卡的首秀，盧卡是現在阿爾及利亞的國門，可是他也沒有閒下來，通過電話和顧問團隊溝通，尤其是一直跟隨他的阿蘭米利亞喬。這屆世界杯結束後，齊組打算徹底推倒重來，全方位告別德尚時代。門將教練方面，齊達內有意任命自己過去的隊友巴特斯，光頭巴特斯。可愛的光頭自2006年結束了國家隊生涯以後，和齊達內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就在幾個月前，齊達內侄子創辦了宇宙聯賽，在馬賽舉行，當時2個人還同台亮相。到時候下個月世界杯結束以後，新的法國隊如果齊達內同框光頭巴特斯，估計老球迷們又會流下眼淚了。那麼另一邊，法國剛剛3-0戰勝了伊拉克，現任主教練德尚的母親卻去世了，德尚趕緊回國參加葬禮，由助理教練暫時執教，所以最後一場小組賽德尚不會出現在現場。還有法國正在準備申辦2033年女足歐洲杯、2036年男足歐洲杯，還有2038年的世界杯。2038年12年以後，到時候37歲的傳奇法國前鋒
姆巴佩會不會像今年的 C 羅和梅西一樣？哈哈，說回來，好，這場比賽法國對伊拉克中途卻突然出現了雷暴，中斷了2個小時。看了幾十年球，老 K 也很少遇到這種情況。但是沒有辦法，露天比賽足球最怕的就是打雷閃電。曾經有過類似的案例，球員在場上跑，結果被閃電擊中了。那麼在下完雨之後，咱們姆總姆巴佩趕緊進場，他示意工作人員，你們趕緊拖雨水呀，這裡，那裡，還有這兒，不要耽誤我超越梅西的進球記錄啊！不僅如此，老 K 還細心地發現，姆巴佩的世界杯戰靴上面竟然刺有多處自己家人有關的字樣。這些名字上面有他的侄女，有他的侄兒 ，KEWJF 分別代表5名家人。這一場球，姆巴佩自己國家隊第100次出場，這100個比賽中，他已經打進60個球，送出40個助攻，而且16場世界杯已經打入了16個球，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冷知識，直到今天 C 羅也梅開2度之後， C 羅才成為了现役球員中第5位世界杯进球上双的。除了梅西、凱恩、托馬斯、穆勒之外，新生代的姆巴佩竟然比自己的偶像 C 羅更早達成這個成就。他現在在世界杯歷史進球榜上已經追平了克洛澤，但梅西已經39歲，姆巴佩還年輕啊。本屆世界杯他肯定會繼續刷新自己的記錄，甚至可以衝擊梅西保持的世界紀錄。對這一點，連他的競爭對手哈蘭德竟然很謙虛地說，面對法國和姆巴佩，老實說我不太在乎，他們可能會擊敗我們吧，還會贏得整個賽事。這確實也是實話，挪威隊根本沒有必要背着包袱踢比賽，能進世界杯就多走一步都是賺。另外，這一場比賽法國隊戰勝伊拉克，比賽持續到法國當地時間的凌晨3點，轉播的電視台獲得了 63.1% 的收視份額，創下了該時段最佳成績。要知道這可是歐洲人呀，歐洲人很少這樣熬夜看球的。除了姆總，咱們還有奧里賽。奧里賽本賽季至今已經為俱樂部和國家隊奉獻了30次助攻，在拜仁慕尼黑26次，在法國國家隊4次，這比歐洲5大聯賽的任何其他球員都要多。高級貨，奧里賽真踢得太好了，以至於皇馬雖然發了公告說絕對尊重拜仁慕尼黑，沒有碰過奧里賽，但是又有新的新聞出現，說皇馬仍然將繼續推動，甚至他們願意將報價提高到2億歐元以上。奧里賽現在真的是現象級的，性格也好，不張揚，來自拜仁慕尼黑的做餅大師，在法國隊也攤開了自己的煎餅鋪。這大雁打食啊，回窩轉，為了這個為那個，為了那個又為這個，所以也難怪老佛爺和皇馬看着眼饞，皇馬還真就缺這種高級貨。而現在的法國隊，鄧貝萊和奧里賽不斷的換位，那邊姆巴佩跟巴爾克拉，而杜埃呢差點意思。至於曼城的切爾基，他是真的一點都不珍惜出場機會呀，完全跟不上前場幾個黑人隊友的節奏，但感覺呢他又很努力的在假裝自己跟得上節奏。切爾基踢球老毛病，太獨，不願意配合其他人的節奏，以我為主，踢了半天還是自己過去踢接球那一套東西，太追求自己必須拿球在腳，而且他能擅長的事兒，奧里賽基本都能做到。法國隊現在還真不怎麼需要他，屬於靈光一現的選手，靈光來了有一腳，靈光不來一整場都看不見。而今天的法國隊前場陣容就像是02年的巴西一樣，有大羅，有小羅，還有里瓦爾多。首先一個姆巴佩就不好吹，這證明魚是好的，只是皇馬那邊魚缸不行。想想2周前還有黑子，你甚至能看到還有黑子想讓姆巴佩退出皇馬，退出法國队。好在法國队內一幫黑人的關係確實很好，登貝萊和姆巴佩關係確實很好，所以就像最近挑撥 C 羅和葡萄牙隊友那幫人，這些串子黑粉再怎麼用小人心腸揣測別人的想法，沒有用，真沒有用。足球是靠腳說話的，一切以結果論。你可以否認俱樂部時期的姆巴佩，但你永遠可以相信世界杯上的姆巴佩。而且那些偽球迷說什麼進球傷害球隊，那姆巴佩就多進球，看看怎麼能傷害球隊。還有登貝萊金球先生，今天1個進球1個助攻，你還想他怎麼地？那麼的無私橫傳助攻姆總，建議大家看看登貝萊在歐冠淘汰賽過去2個賽季的數據，他關鍵戰役的發揮全都是金球級別的，而且裡面還不乏很多是純個人能力的進球。就這麼一個巨星到了法國隊，竟然心甘情願成為一個無私且偉大的綠葉，這樣的團隊世界杯淘汰賽誰見了不怕？
還有奧里賽，頂級的球星，無論是哈里、凱恩、姆巴佩，無論是路易斯·迪亞斯還是鄧貝萊，誰用誰知道，跟奧里賽一起踢球真的太舒服了。能力強，話還少，情商高，還特別會商務。今天又拿到2個助攻，法國隊的進攻還真就是圍繞着奧里賽來轉。個人能力方面已經客觀上超越了過去的格列茲曼，未來只要保持健康，就看成績方面了。另外，拜仁球員於帕梅卡諾，慢慢的，好像他就成了当今世界最会出球的中後衛。1-2年前，於帕還經常爆雷，但也不知道怎麼就默默的開始如此牛逼。想想23到24賽季，拜仁還是图赫爾執教時期，於帕是經常爆雷，還時不時的送紅牌、送點球，可能也是因為戰術需要的不同。孔帕尼來了之後，拜仁慕尼黑不僅是成績好了，特別是於帕梅卡諾好像就沒有那種特別低級的失誤過。還有咱們來自意甲羅馬隊25歲的中場科內，誰說意甲沒有好貨？科內踢球我發現很高級嘛，那種鬆弛感，但是在攔截掃蕩的時候該硬硬該準準。這有了他，感覺皇馬的卡馬文加是真不夠看呀。就科內目前的狀態，大概率强对話就應該他跟拉比奧2個人首發。但是楚阿梅尼在皇馬本賽季表現一直都很好，所以這個雙後腰呀還真難選。要知道，除了科內、拉比奧、楚阿梅尼，替補席上還坐着坎特和埃梅里。說真的，老 K 這2年對意甲確實有些忽視，但這比賽一看，科內我是真喜歡。上半場光是分球就把我給看嗨了。所以曼聯的卡里克，你好好看看，這才是你要的黑又硬，這才是你想要的掃蕩型坦克，不要再去搞什麼巴萊巴了，那麼貴。這羅馬隊的科內才25歲，1.85米的身高，拍個8000萬9000萬有什麼不合適？所以世界杯真的是展銷會。還是那句話，是骡子是馬，咱們拉出來溜溜，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現在羅馬隊对資金的需求很強，必須盡快出售球員來屏障。這次隊已經出手了，德澤爾比已經發出報價了，據說這份轉會只需要4000萬英鎊。您再想一想，西漢姆聯給費爾南德斯定下來的8000萬英鎊。這2相比較，這意甲最全能的 B2B 中場科內那不要香太多啊！老黑現在就特別生氣啊！皇馬、曼聯不知道在幹什麼。這我要是皇馬體育總監，我要是曼聯體育總監，直接開支票，直接寫名字。但好在除了熱刺之外，切爾西跟馬競也在關注，這就挺好，大家都抬價嘛，不要讓人撿便宜貨嘛。好，咱們說回比賽，這一場德尚排出了很有侵略性的4-2-3-1，充分的利用了邊路的速度和中路的創造力。而在中間，因為雷暴，原本15分鐘的半場休息被拉長到131分鐘。還有，由於這個林肯金融球場使用的是天然的肯塔基藍草，所以大量的強降雨導致球場東側出現了嚴重的局部積水。在中段後期，大批的體育場維護人員用刮水刷來進行人工的推水作業，這才能夠將東側的積水推向了排水溝。但最後比賽重啟的時候，整片草坪依然是異常的沉重潮濕，球在積水的區域滾動仍然是明顯的減速，甚至懸停。而值得一提的是，法國主帥德尚在如此漫長的等待中，採取了很有智慧的鬆弛管理，在更衣室直接讓大家打牌，該打牌打牌。另一邊的伊拉克主教練呢，則是在更衣室用戰術板和錄像片段進行緊張的復盤，但是沒有用，這雙方實力差距實在太大。打完牌局之後的法國球員意猶未盡，3-0拿下。而伊拉克的年輕球員們對這樣的大型比賽還是經驗不足，球員太年輕。在出場的時候，許多人的肌肉的溫度神經的專注度都早已經斷崖式的下滑。所以下半場剛開局，防線就已經是災難性的崩潰。所以雖然兩隊在全場控球率還相對均衡，但實際上在進攻3區的實際威脅和壓迫效率方面，法國隊是降維打擊。這場球在戰術層面還充分地印證了老 K 也說過很多次，現代足球戰術中有一個引力理論。您看姆巴佩，他在左側內部和中鋒的位置上，由於他的速度和終結能力，伊拉克就只能安排2個人，右後衛和右中衛，同時對他近乎貼身的包夾防守。這就是老 K 說的，通過自己吸引更多的防守注意力，然後呢，在另一側，在右側和中路的內部就暴露出致命的空間。法國的組織核心奧里賽正是在這個漏洞上面，全場在防線的夾縫中完成了246次傳球，他給姆巴佩和鄧貝萊都送出了精妙的助攻。所以姆巴佩在場上的存在，他不僅僅是終結的手段，更是能夠吸引對方防守，然後為隊友牽扯和創造空間。這就是現代足球戰術的引力理論所說的戰術的重力源。
也就是類似於西班牙和巴塞羅那的亞馬爾那樣，他能夠創造出強側和弱側。而本場的鄧貝萊送出了3次關鍵傳球，還有1次致命助攻。前幾天法國媒體是把他給罵慘了。賽後的新聞發布會，德尚公開的回擊媒體，要求輿論從鄧貝萊的背上你給我下來。德尚指出，鄧貝萊在俱樂部和國家隊承擔的是完全不同的戰術角色。在法國隊的4-2-3-1體系，鄧貝萊要通過犧牲自己的個人突破，來為整體的陣型提供寬度，所以他的存在能夠讓法國隊保持攻守平衡。那麼最後一輪，法國和挪威直接對話，將決定小組的頭名，這也是未來進入淘汰賽的戰略博弈。現在法國有1個淨勝球的優勢，力壓挪威，最後一輪只需平局就能鎖定頭名。但是面對狀態大紅大紫的哈蘭德，只想守也是守不住的呀。好，挪威隊3-2戰勝塞內加爾。挪威這支球隊過去10年來一直很不容易，無論歐洲杯、世界杯，很久都沒有打入過正賽。但這次不僅來了，還終於打進了淘汰賽。再加上今天對陣的塞內加爾同樣非常強大，經驗豐富。時隔多年，挪威隊重返世界杯，拿下2連勝，意義非凡。這一下，他們在正式比賽豪取了12連勝，得失球53-9。上一次輸球還要追溯到24年10月，當時歐國聯1-5慘敗奧地利。而最大的功臣還是魔人布歐，哈蘭德首秀打進2球，這一仗又梅開二度。他是第6位個人的前2場世界杯比賽都能進球2加的球員，而近50年來這件事只有哈里凱恩在2018年做到過。挪威出現以後，哈蘭德的女友太漂亮了，趕緊曬出照片。哈蘭德的姐姐也曬出了家人的合照，一家人的臉盤倒是長得各有各的樣子，可神韻如一呀。另一邊，厄德高的妻子也曬出照片。此時此刻，大家享受就对了。那麼冷知識，這2場小組賽，哈蘭德都踢滿了90分鐘，但卻是觸球次數最少、XG 最高的。2場比賽一共只有42次觸球，但有24%的觸球都轉化為射門。累計的預期進球值 XG 在所有球員中最高，達到了 2.68， 這是真正的高效啊！哈蘭德作為一名射手，他現在已經越來越成熟，他處理球和凱恩一樣，組織型的中鋒非常的合理。所以中鋒的高效不在於天賦，而主要是意識。再加上在曼城，他一直都是觸球不多，卻能在各種榜單上进球數都名列前茅，不得不佩服。有他處理球的能力和把握機會的能力，所以挪威隊如果創造歷史，不讓人意外。而針對隊友厄德高一直以來受到的批評，哈蘭德也說，如果我對法國隊沒進球，我也會被批評的，我不在乎。至於厄德高，老 K 公正地說一句，踢得也不算太差，但確實無論在阿森納還是挪威國家隊，他下滑的有些嚴重，但還是很努力的。也許是傷病太頻繁，狀態有些掉，但是這裡是世界杯，厄德高就是挪威的隊長。真正的球迷不會去計較你狀態好還是狀態差，越是在低谷，越要雪中送炭。好在小隊長厄德高自己倒是看得很開，他說，外界的批評對我影響不大，這就是生活。而塞内加爾隊在2-3不敵黑馬挪威隊以後，晉級32強的形勢已經岌岌可危。但是水晶宮的邊鋒伊斯梅拉·薩爾仍然有非常亮眼的個人發揮，獨中2元，扛起了球隊進攻的大旗。28歲的薩爾已經追平了塞內加爾傳奇名宿迪奧普保持的國家隊世界杯歷史進球紀錄。但這裡有一段悲傷的冷知識，現任主教練帕佩迪奧正是1998年法國世界杯時期迪奧普的隊友。正是在那年小組賽，迪奧普打进唯一進球，擊敗了那屆賽事後來奪冠的法國隊。但是如此輝煌的一個職業球員，在2020年退役後不久離世，也成為塞內加爾足球永遠的痛。這一場3-2，雙方的中後衛漏人漏得太厲害，特別是塞內加爾的名將庫里巴里，幾年前還是世界前3的最佳中後衛，曾經的天才已經淪落到這個樣子了嗎？特別是第一個進球直接助攻對方，第二個沒鏟到，第3個球能解圍，他卻收腿了。挪威的3個進球全都是因為庫里巴里的失誤，所以塞內加爾的隊長可能是自己親手將國家隊送出了世界杯。而挪威隊的阿耶也好不到哪兒去，離譜的冒頂。
他其實踢英超也挺久了，在布倫特福德聯賽還好，中規中矩，無功無過，甚至有時候還會驚豔一下下。但今天的低級失誤確實讓人不忍卒睹啊。那麼塞內加爾最後一輪對伊拉克，只能是能拼的拼到最後，但主動權已經沒有了。另外，冷知識，本屆世界杯開賽以來，塞內加爾隊內就各種亂象，關於獎金和薪資的糾紛，臨陣又更換了主廚，伙食也被投訴。他們這次下榻的是一個4星級的凱悅酒店，隊員們對餐食的品質非常不滿，達不到預期。而此前還有消息，球員們被拖欠了賽事的獎金，但好在政府已在幾天前完成了補發。本屆世界杯因為各種限制，本土的球迷很難到美國觀賽。原本呢，在美國也有許多塞內加爾的僑民，可塞內加爾足協僅僅分配了400張球票，分配的方式也缺乏透明度，票量嚴重不足，引發大量球迷不滿。甚至有許多塞內加爾僑民協會的成員聚集在球隊下榻的酒店門前，集體抗議球票的分配問題。所以一屆世界杯的好成績背後有許多原因，而塞內加爾队2-3輸球的遺憾背後同樣也有許多原因。OK， 約旦1-2輸給阿爾及利亞這一場其實挺可惜的，約旦隊明顯實力更弱許多，但是卻先入一球，而阿爾及利亞隊依靠下半場不斷的努力，終於2-1完成逆轉。這場比賽，阿爾及利亞隊由於實力更強，所以長期的掌握控球權，持續的壓制。約旦隊僅能依靠緊湊的防守和反擊，但第36分鐘的進球正是來自於阿爾及利亞中場球員澤魯基後場失誤後的連續進攻。塔馬里的處理最後變成拉什丹的射門機會，但中場休息以後，阿爾及利亞的主教練佩特科維奇換上了本塔萊布和本布阿里。隨後下半場，阿爾及利亞的強度就明顯提高。最後利用2個角球完成扳平和反超，那麼再加上烏茲別克斯坦開局也是2連敗，所以世界杯近5支亞洲新軍前2場比賽全部失利，包括了98年的日本、02年的中國、22年的卡塔爾和今年的約旦、烏茲別克。亞足聯在第2輪1勝1平7負，完全被打殘了，只有日本隊4-0戰勝了突尼斯，真正的亞洲之光。另外，今天在約旦國內，球迷們由於在廣場看世界杯，發生了嚴重的踩踏事故，導致1人死亡，8人受傷。當時在安曼羅馬劇場，這裡可以容納約6000人，是一個歷史遺跡。可由於觀眾太多，超過了1.5萬人，最後人群發生擁擠和踩。最後的畫面令人震驚而惋惜。在領先的時候，約旦曾經是出線在望，可隨後被逆轉，已經確定出局。踢到後面，約旦隊球員的體能槽已經完全空了，守不住也正常。而且特別是他們的身體素質防不住角球。約旦隊2場球丟的5個球裡面有3個都是角球。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在世界杯首秀踢出了自己的東西。2場比賽前面都打得挺好，打奧地利隊甚至一度差點進球反超，可是拼得太猛，跑動太強，後半場支撐不住導致崩盤。而今天主要也是本阿布利上來之後2個头球逆轉比分。而对阿爾及利亞來說，他們的名將老將馬赫雷斯是進攻的矛盾點，他被重新放進首發，也擔任隊長，但上半場2次單刀都沒有把握住，可最後他的角球直接制造了扳平球，所以這樣的狀態不好呀。主教練之所以讓他做替補也是有原因的。本場比賽阿爾及利亞球員馬扎是最亮的一個點，下半場創造了很多機會，正是馬扎的活力和推進能力讓阿爾及利亞一直能夠對約旦保持壓迫。感謝大家的陪伴，感謝大家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訂閱。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